马斯克真是太随意了，在如此正式的国宴上，竟然喝的是可乐而不是茅台。很多企业家纷纷前来合影拍照，把马斯克忙得都没法干饭了。而最让人惊讶的是，马斯克这次还带了他的4岁小儿子 X， 一边要应付领导，一边还要照顾孩子，简直太接地气了。在人民大会堂门口，别的大佬都站得笔直等合影，马斯克却掏出手机，原地360度拍了一圈。旁边库克一脸沉稳，西装笔挺，马斯克却像个刚进城的游客，左拍右拍，上拍下拍。更离谱的是，马斯克还把小儿子带来了。5月14日上午，马斯克牵着4岁的小 X 走进人民大会堂，小家伙穿了一件新中式唐装，右肩挎着一个小包，跟在爸爸身边，一点不怯场。国宴上，老马一边要跟各路政要寒暄聊天，一边还得时不时低头看看儿子有没有吃饱，有没有乱跑。你见过哪个大佬在国事访问的宴会上带娃上班的？马斯克就干得出来。不是他不懂规矩，是他压根没觉得这事需要讲究。再看餐桌上的细节，国宴茅台是标配，这是礼仪，是面子，是中国人表达尊重的方式。但马斯克面前摆的却是可乐，全场大佬举杯敬酒，他举可乐碰杯，这要是在很多场合，估计都被撵出去了。很多人觉得马斯克情商低，但其实你仔细观察会发现，他不是不懂社交规则，而是他的注意力压根不在这些事情上。国宴也好，合影也好，酒桌文化也好，在大多数人眼里，那是场面、身份、礼仪，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东西。但在马斯克眼里，这些都只是流程。他的脑子里真正运转的，从来不是别人怎么看我，而是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他经常表现得像个误入人类社会的工程师。别人寒暄的时候，他在发呆；别人敬酒的时候，他在低头思考；别人研究人情世故，他在研究火箭参数。甚至很多和他共事的人都说，马斯克聊天时经常突然沉默，不是故意冷场，而是因为他的大脑已经跳进另一个问题里了。他可以在聚会上突然掏出手机记录灵感，可以在开会时完全无视气氛，只盯着白板上的公式，也可以在最正式的场合像个普通游客一样到处拍照。因为在他的认知里，形式感远远没有真实信息重要。很多人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里，穿什么、说什么、坐哪桌、喝什么酒，都要先考虑合不合适。但马斯克的人生逻辑刚好相反，他从不优先考虑社会期待，而是优先考虑事情本身有没有意义。如果一件事不能推进目标，那它再重要，在他眼里也没有意义。这也是为什么他总给人一种不像企业家的感觉。别的企业家越来越圆滑，他却越来越像个技术宅；别的大佬拼命经营人脉关系，他却能连续几天睡工厂地板。别人把时间花在社交上，他把全部精力砸进工程系统里，甚至连吃饭、睡觉、穿衣这些事儿，他都尽量压缩。因为他始终认为，人最大的成本不是金钱，而是注意力。谁能把注意力集中到真正重要的问题上，谁就能拉开人与人的差距。而这也是马斯克最可怕的地方。他身上几乎没有传统成功人士的包袱，他不迷信权威，不迷信经验，也不迷信行验规则。别人觉得不可能，他第一反应不是接受，而是拆解。他会追问为什么不行，限制他的到底是什么？这个规则是真理，还是人们习惯了而已？在他的世界里，任何阻挡效率的东西都可以被无情碾碎，包括常规的商业常识。2006年 SpaceX 造火箭，某个零件报价5万美元，马斯克却要求降到5000美元。工程师们集体抗议，这绝不可能。他只冷冷地回应一句，物理层面允许就必须实现。团队被迫从零开始寻找材料，重新设计结构，最后不仅做到了，还把成本压到了3200美元。特斯拉的电池成本也曾是行业死结，他直接拆解材料成本，发现无非是铁、镍、铝这些金属，剩下的都是可优化的协作成本，硬是把成本砍至原来的1/10。就连解决堵车问题的隧道项目，他都推翻了行业内挖隧道成本高昂的共识，通过优化挖掘速度和人工成本，将造价压到原来的1/10。马斯克的冷酷和务实也体现在他的管理风格上。一名推特高管为了不被开除，直接戴着眼罩，裹着睡袋在办公室打地铺睡觉。这还不是最夸张的，马斯克的一句你的逻辑配不上我的时间，曾让多少员工瞬间崩溃。有人做过统计，只要你当面跟他汇报，被解雇的概率高达67%。一名特斯拉工程师曾写了3长段邮件解释一个故障，你猜马斯克回了什么？敢用子弹总结，你的字数让我怀疑你是否理解问题本质。随后这名员工直接被踢出项目组。在 Model 3量产危机时，生产线主管说扩产需要1年，他当场撤换负责人，把 SpaceX 工程师调去旧厂，甚至自己也搬进车间蹲守。接手推特后，他的管理方式更变本加厉，嘲讽一个程序员身后有10个管理者，要求工程师当场写代码考核，不达标者立刻解雇。后来他更立下规矩，所有汇报的信息密度必须高于3分定律，否则就是浪费他的生命。他的狠不仅仅是对下属，也包括了对他身边的人。
他开除了跟随他12年的秘书，仅仅因为对方休息2周后，他发现自己不再需要这个人。收购 Twitter 后，他一口气清洗了多名高管，裁员 75%， 甚至连 85% 的亚洲分部人员都未能幸免。执掌美国政府效率不实，他直接要求200万联邦雇员限时上报5项工作要点，并放话不回复即辞职。有人骂他冷血暴君，他却反驳这不是冷酷，是第一性原理。什么叫第一性原理？它不是马斯克的原创，但被他用到极致，本质上就是思维极度理性，回归本源。比如，家庭的第一性原理是经济，而不是感情；职场的第一性原理是价值，而不是努力；投资的第一性原理是风险控制，而不是高额回报；创业的第一性原理是市场需求，而不是个人喜好；健康的第一性原理是自律，而不是医疗；成长的第一性原理是反思，而不是经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不看别人怎么做，也不看原来怎么搞，而是回到问题最本质的起点重新推演。比如传统思维是怎样让马跑更快，而第一性原理思维是我们是否需要一匹马，能不能造一台车。这套思维被写进《第一性原理》一书，还拆成10个可落地步骤，回溯基础，质疑传统，分解问题，化学和运用等。它不是鸡汤，而是一套极度理性的思维操作系统。普通人掌握了，也能看透生活的底层逻辑。你觉得职场努力没回报，因为职场的第一性原理是价值交换，不是埋头苦干。家庭关系总闹矛盾，因为家庭的本质是经济共同体，光靠感情撑不起长久。社交本质是资源互换，教育本质是培养独立思考，健康本质是日常自律，而不是病了再治。你看，一旦掌握了这种思维，你就能一眼看穿很多事情的底层逻辑，不再被表象带偏，不再被情绪带节奏，